大家好，这里是1分钟工程秘。今天我们就来分析我购买的5个不同来源的口罩，看他们是不是货真价实、真材实料。第一个我购买的口罩是在1年前旅游中国购买的，这是10个口罩的包装，一次性使用应用的口罩，牌子是大人气。第二个是我从网络购买的 Mr. DIY 的代理的口罩，这50片口罩是没有纸盒包装的，但是我们可以从包装袋的贴纸上面知道这个是中国广州生产的。第三个也是网络购买的口罩，制造和来源应该也是来自中国，但是你会发现这些来自中国的口罩都没有当地卫生部的批准，纸盒上面也没有任何认证的标志。第三个是我在年头购买的口罩，虽然都是日文字，但是我相信这个应该不是正版日本生产的，应该是抄袭日本纸盒封面的中国仿制口罩。虽然不是正版，口罩的功能我相信也不会太差太严。最后一个我要介绍的口罩是在本地药剂店购买的口罩，也是唯一在上面印有牌子的口罩。可以看到这些口罩的数字还是保持着一定的水准，但有些口罩的造工就没有那么仔细了。从口罩连接塑胶袋的部分可以看得出，在这几个口罩之中，只有第一个大人气的口罩是每一个口罩都有个塑胶袋保护着，卫生方面做得比较完善，而且在造工方面也非常的仔细整齐。虽然每个口罩都来源不一样，今天我们就要测试口罩的功能是不是保证我们可以防卫病毒的感染。首先，第一个测试就是要看这些口罩是不是防水的，这也是最便宜以及最方便的方法，可以让我们知道这个面罩的保护层是不是可以保护我们说话时或者咳嗽口水不会喷出，也防止外面的水汽和别人的口水经空气传入我们的口中。首先，第一个我们要测试的是大人气口罩，这口罩的质地比较薄，表面也比较顺滑。我们来测试它的防水能力，基本上是滴水不漏。第二个我们要测试的仿日本口罩，这口罩就比大人气的口罩还要厚一点，造工也比较粗糙。我们也来试试它的防水能力如何。水完全透不过，过关。这是在网络购买的口罩，可以看得出这是造工最粗糙的口罩，塑胶袋可能用久了就会容易断裂，看它的透水能力如何。很惊讶的是，基本上也是不会透水，所以它可以防范病毒。现在我们测试这个唯一有牌子印的口罩 Melicos， 这个牌子的口罩造工非常的精细，藏在里面的铁丝也比较粗大，细纹的表面顺滑，所以它的透水能力也是不容置疑。成功过关。来到最后一个 Mr. DIY 代理的口罩，这也是5个口罩里面最厚的一个，戴在口上比较有空间呼吸。一样的透水能力是0，合格过关。经过了以上测试，我们可以知道这些口罩是完全可以防水的，所以我们来到了第2个测试，看口罩里面是不是有3层。从新闻报告说有人被骗买到了3层的口罩，里面竟然是厕纸，所以我要剪开这些口罩，把口罩里面的那一层保护层拿出来，然后再测试它是不是完全防水。好，现在我把每一个口罩都剪开，拿出里面中间保护层，再测试它的防水功能。所有的口罩都有3层，我把中间那一层撕出来，
里面的保护层都是由纸纤维制造的，一撕就破。但我们发现其中一个像是布纤维制造，非常难撕开，素质非常的好，这就是 Medicos 口罩。其他的牌子一撕就破，完全不用吹灰之力就撕破了。现在来到了第二阶段的测试，也就是测试里面的保护层有没有防水能力。第一个是大人气保护层，虽然湿透了，可是也是既有防水能力。第二个仿日本口罩也是具备有防水能力，可以看到水在表面都形成了水珠，防水能力超好。这个网络买的口罩防水能力也不差，但就没有上一个仿日本口罩的好。现在我们就测试这 Medicos 布纤维保护层，果然防水能力非常的棒，水都透不过这个纤维层。Mr. DIY 代理的口罩也成功挑战这个项目。好了，所有的测试到此结束。我们可以从这5个口罩可以知道，市面上所卖的口罩基本上都有防范病毒侵入的功能，所以消费者可以安心购买。如果要在其中选一个比较好素质的口罩，它就是 Medicos 口罩。它的造工精细，然后它的中间保护层的布纤维，我们戴上脸也不会那么容易流汗，舒适度绝对远胜其他的4个口罩。所以今天的冠军口罩就是 Medicos 口罩，你们可以在各大的药剂房找到这个口罩。今天的1分钟公虾米就到此为止。如果你喜欢的影片，就在下面按个赞或分享我的影片。拜拜。